当前我们就是处于这个 Y3 当中。那 Y3 的这段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起手它是走出了一个引导楔形。那这个引导楔形的出现，一般来说它会预示着整体的走势，包括它的结构会相对强一些会相对强一些。那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说一个事情，因为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这个视频的制作，后期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B 站将逐步减少充电128和会员约稿视频的上传，因此大家充电后要及时的加 QQ 约稿，以及来了解福利和权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英诺赛克，这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一位粉丝约稿想看看这次整体的上涨走势有没有结束，如果没有结束，后期上涨的空间还有多大？那么如果想要参与，那么中短线我们应该是在等待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才能去参与？接下来我们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期的话题。其实这支票它是一个次新股，去年12月底才刚刚上市，所以从 K 线来说的话，缺乏这种周线或者月线的这种 K 线走势，它仅仅是日线图稍微多了一些而已。但是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波浪理论它主要用于中长期的波段分析，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提供这种标的物的时候，尽量找一些周线月线它的 K 线根数比较多的这种品种，那相对来说它的稳定性高一些，而且它的结构能更清晰一些。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日线图来看这支票。日线图来看这支票整体的上涨开始的阶段，它是从这个低点 30.56 涨到了 67.60， 这波走势它其实就是一个三波形态，全当先把它当成 ABC 来看。那之后市场经历了一次快速的一波流的回撤洗盘。那通过这样的之前的两波走势，那么目前往上它再突破了之前的历史高点，那么当前我们只能先把它当做双重三浪的结构来看待，那也就意味着此处是一个 W， 然后快速的回落是一个 X， 那当前就是处于这个 Y 浪当中。接下来我们重点就是要分析这个 Y 浪的一个结构。分析 Y 浪的结构，我们就要看一下，按照 W 浪它走三波形态，那这个 Y 浪大概率它的内部结构也是一个三波流。那从目前的走势结构来看，这是 Y1 Y2， 目前处于这个 Y3 当中我们分别标注一下 Y1 Y2， 当前我们就是处于这个 Y3 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具体要研究的就是 Y3 的这段走势。那 Y3 的这段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起手它是走出了一个引导楔形那这个引导楔形的出现，一般来说它会预示着整体的走势，包括它的结构会相对强一些那目前来看这波走势结束之后目前唯一能支撑市场继续看涨做多的理由就是这波 Y3 当中它又划分为几个子浪，子浪1、子浪2、子浪3，近期调整是一个子浪4，后期还有一个子浪5，这是目前唯一支持这个 Y3 或者大 Y 浪继续上看的唯一的一种结论。同时我们要考虑一下近期的这一两天的调整，它的一个回撤幅度比例。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它回撤已经说是基本上到位，因为是进入到了这个黄金分割 0.382 到 0.5 这个区域了这个位置也就是 64.60 到 60.10， 只要这个区域能出现对应的底分型和十字星的话，那么就支持最后一个子浪5再次的上行最后一个子浪5再次上行。所以近期重点要关注的就是这个位置，但是万一60这个位置被跌破了，那么我只能说这一波的反弹走势 WXY 它提前结束了。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的话，那最好是尽快离场，因为后期整体的回撤包括它的幅度都会比较大我们拉取整波的一个黄金分割可以看到，那后期跌破60这个位置49这个位置大概率或者轻轻松松就会见到，甚至于会跌破这样的位置。所以我们持有仓位的话没有必要去死扛。那如果继续向上，那么我们看一下两波走势它能否找出一个比例的一个
关键位。这里我们依然用到的是它的波浪尺。如果突破之前的高点，整体向上看的话，大致的目标1:1的位置，也就是位于82.80这个港币这个附近，这就是它的关键压力关键压力目标。通过我个人的大结构分析那么目前看到此次上涨它也是进入到一个后半程，所以此处想要继续因为之前的2根大阳线导致了你现在想要去追涨，那么我建议仓位放轻仓位放轻，因为你并没有在相对的低位去介入这支票，所以说当前位置介入上方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并且后期一旦跌破60，它回撤的空间又是特别大，所以相对于在这个区域不能说是参与，只能说是博弈，最后还有一波上涨走势，所以它的成功概率肯定是没有相对的低位那么高。那么这里建议清仓操作，看能否走出最后一个这个子浪五的最后上涨波段小波段。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关于这个港股这个次新股英诺赛克的整体结构分析。那么现在目前也给出了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当前还是看作一个双重三浪的整体上涨结构。那么短期如果继续上行的话，唯一支持的就是蓝色段的紫色段的这一段的外浪3的预期走势当中的一个子浪5小波段。那么由于现在已经处于后半程，所以建议大家清仓去参与，同时关注到防守位置60，此处跌破一定要离场。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